我时常会想要把这个脚往外撇去维持我的体嗯，这样对吗？我说过，平衡有两种嘛，一种是结构的平衡嘛，一种是力量的平衡嘛。我们练最好是去发展那个力量的平衡，哎，所以你那个脚起来，你要平衡的话，你另一边你要在手上面去找跟它平衡的力量，对，这个往下按，你试试看有没有？哦，有，对，是不是？你所有的平衡都是这样一个点，一个点，所以你就算是结构再不平衡，你另外一端如果能够有那个力量能够拉得住，它就平衡。就是为什么太极跟形意他们的套路招式都是比较多重复的单招，一直在操练。可是像八卦就是很多变化，一直变一直变。虽然说它可能在泡水或是比如说离宫会有类似，但是其实里面的变化形状一样，但是里面的力或是什么可能都不太一样。你说呢？你要走了，好，因为他要教我们怎么去变。不是。太极还要分，太极是什么太极？因为陈太极的要求原则跟杨太极不一样，跟吴太极也不一样。想连绵不断的，就不会有你说的那个，因为它没有停顿点，连绵不断的，它就一直在流动，晓得吗？所以它的原则跟它训练的重点是在那个连绵不断。就是他可能一直重复，比如说楼气摇步，他是要让你去体会那个一直流动的感觉。对，那这几个式我讲过嘛，一个套路里面如果有式子，它是连续3遍的，表示这个动作在它这个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是属于那种怎么讲代表性的这种力量代表性的动作啊。所以你看太极拳里面云手代表的是什么力量？楼西咬步代表的是什么力量？斜飞那个什么不是野马分鬃代表的什么力量？那个玉女穿梭代表的什么力量？它都是不一样的力量啊。倒撵猴代表的是什么力量？它们都不一样，它们各自代表不同的力量。看不懂？哎啊，所以要去注意，它连续3遍绝对不是乱来的。我刚才跟你讲的这几个，它们各自代表不一样吧？有横的，有近的，有退的，有斜方向的，是不是？老师，那我觉得我刚刚应该类比错，应该是太极拳跟形意拳的五堂拳，然后还有我们的八拇掌，他们才是教你怎么去体会那个力量。但是如果拿泡水去比，因为泡水已经算是应用的变化，当然它的招式就不会有一直重复，它反而就是变化多端。对呀、它这套拳里面，你要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它是把几乎所有的武术的动作可能性都包括。归纳到2仪4象8卦里去。
它的目的是这个啊，它是一种哲理性的拳，这个套路，它不是让你去练招式打斗或者练熟练度，不是的，它是要你去体会为什么这个是两仪，为什么这一段是属于坤宫的，为什么这一段是属于巽宫的，它要你去明白这个，它归纳出来。他把那些动作归纳出来，做这8大分类跟两仪四象的分类，为什么？它根据的是什么？这些不同的动作的共项是什么？它要让我们明白这个，知道吗？所以我说它是很不容易的拳，很不容易的拳。这样是不是可以类比到老师之前说的八卦是用这些分类让你去体会它要表达什么？也就像太极，它就是给你一个东西，你只要去揣摩出来它的。因为太极没东西啊，太极就是太极啊。所以它比如说野马分鬃，你就自己要靠这个动作去知道生活的什么情况属于这样的野马分鬃。它只要一动，所有的拳不管它叫什么，它只要一动就是八卦。因为它就有两仪嘛，它就有四象嘛，它动手脚嘛，它就有方位嘛，是不是这样子？只是说它的重点是什么？它是从太极出来的，可是当它表现为形象的时候，它就离不开这个。可是它的重点不在于表现两仪四象八卦，它的重点是在用这些东西来表达它的那个太极。看不懂？那它也是啊，人的活动你就是进退左右定嘛。那力量就是捧捋挤按，踩列走靠啊，是不是？也是一样啊。你要表达太极，你要在什么里面表达，你就离不开这个。人的肢体活动就离不开这个。好了吗？哦，只是八卦拳把它归纳到八卦去，把它分得清楚。太极，它用那些来表达，所以我就说嘛，太极是你已经有那些基础了，你才能练的。好吗？你对一般的武术动作，以前的武术动作练的已经有明了了，你才能去体会那个意嘛，才能从那个实质的动作里面去体会它的内在的精神、内在的含义。你如果相都不对，你怎么去体会到对的那个意，对吧？对啊，他还是，所以你练还是要从招式要搞对啊，哎，哦，这样懂？哎，是刚刚有跟师兄有讨论，就是那个摆2次，因为我的那个脚起来，所以是不是有一个里面有一个含义是到后面也要攻击对方嘛？因为我把它踢啊，或者用膝撞啊，所以你那个要保护到膝盖，脚要那脚底贴膝盖，脚底侧面，哎，对，就放到膝盖前面，你不要那么，它就打开，它就在这边就行了嘛，它就在这里就行了嘛，啊。就很自然，你看，就这样子啊，这样子啊。那就是也是有一个状况，你把它手解了，你就是也。对啊，你打开了就踢啊。那就是我的力量也要有点往前面。本来就是嘛，因为你这个有一点，你看是往前去的啊。所以其实我从这边起来。就是有一点，不要往前摘呀、你那个要踢出去的，
啊，所以那如果我要用膝盖打呢？很近的话就用膝盖啊，你那个用膝盖就是很近很近的嘛。啊，对啊，你就有点像那个太极的对啊，啊。OK，所以你他打开了，既然打开了，嗯哼，他的手是不是在上面了？对，他的手在上面了嘛？嗯哼。那你当然踢他下面漏了啊，但因为你不我刚刚踢他，他就踢你。我刚刚师兄刚好有在讨论，因为说是我这样打开，我这边也是都没有保护的对啊，所以是你为主啊，啊。因为你在内嘛，对我在那你在内，他在外，啊，OK，哎，哦，懂了。因为我其实我一直觉得不太顺，因为我在这边站的时候，它有点后面了，所以我要绕它，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我就那个弓步，你蹲下去啊，对啊，然后起来，就顺着膝盖起来啊，不是那样子嘛，哎呀。你这个这样子是不是？对你这个这样子嘛，起来就在这边啦。你看这是不是有个空？起来就在这个地方了嘛。你不要从这边起来嘛，你从你的膝盖那个空档起来啊。啊，你说先把它，不是嘛？哎呦，你这在后面是不是？嗯哼，在后你看，这起来是不是一个空？你看，这是不是就起来了？所以老师尽量不要太，本来就是嘛，你这是钱还是什么啊？这个不是先，哦，钱呐、好好，哦，因为我自己刚才也觉得有点怪怪的。对呀、很自然的就对，你觉得很怪就错。因为我这个动作觉得很难，是因为你一边手有打开，一边身体有起来，然后一边你的脚也起来，都在一个力量上就没错。但是它是同时间没错，对呀、所以你的手跟你的脚都是一起的，对，所以不是我先接它才那个。对，哦，OK，哦，还有那个 ，Hello， 来，刚刚那个同学问呢、就是他说他站经济独立啊，重心要放在哪边？不稳定啊。我说过平衡有两种嘛，一种是结构的平衡，一种是力量的平衡。不管是经济独立还是你们这个白鹤亮翅，结构的平衡是什么？结构的平衡就是我把重心放得很稳，结构的平衡。可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有势啊。当我势出来的时候，结构就不平衡，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用力量的平衡。所以所有的单脚的，我是这个脚站，两个手在这边，我是这个脚站。请问我哪只手的力量要多一点，可以平衡住？这个手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如果是这个腿，你看我这个手的力量要多一点，这个手的力量来平衡它。所以这样子。那经济独立，我是这样站的，我是这样站，一样嘛。我这样站要平衡的话，我要用哪只手来平衡？用这个手嘛，所以你这个手要一直往下撑，来平衡它。所以所有的单脚的比方讲太极拳的蹬，我是这个脚蹬，那我这个打开，我要用哪只手来平衡它？我要用这个手。我分脚，我如果用这个手，是这样子嘛？我如果我用这个手来平衡，看不懂？所以所有的这种单脚的要平衡的，
你要去注意，都是用武术里面都是用力量来平衡住那个势，平衡住那个势。那个势是什么？因为我的势出来了，可是我还不让它发，我不让它走嘛，所以要有一个东西拉住它，要有一个力量拉住这个势，是不是？就是在手啊，所以这个拳里面也是一样，很多单脚的，你那个势出来了，你就要有这个来平衡它啊。我这个多了，它就会往前去。我这个两个都没力，我这个两个都没有，我就是用结构来平衡它，重心要抓稳的啊。我如果要用这个啊，那就是要用这个力来平衡它，所以自己去调整这两边的力量啊啊，你们去试试看。